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7月26号啊，韩国的科研团体啊发表论文，说他们成功的发现了世界上首个室温超导体材料 LK99 啊，这个材料啊在常压下127摄氏度可以达到超导的临界点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引爆全球，可以说，那如果是真的，那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啊，如果能够复现，那恐怕就会引爆这个世界的目前所有的技术，在材料啊，在这个电子类方面的这个研究，可以说能引爆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现在昨天啊是个特殊的场合啊，昨天呢，中国呀刚刚公布了什么呢？刚刚公布了我们实现了抗美援朝胜利，哎，我们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哎，所以这个消息啊，虽然在知乎上啊很短的时间就被消失了，为什么呢？你想想，胜利的一方在朝鲜半岛北边饿得面黄肌瘦，而失败的一方在南边要指引人类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啊，如果是真的话。所以呢，这个在今天下午啊，达到了3000多次观看的这个知乎的帖子呢就被删除了啊。现在呢，全球的科学家可以说都在准备复刻这一个划世纪的这么一个发现啊，这么一个方法，那到底是真的和假的？那么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都持否定态度啊，因为毕竟呢，过去啊韩国有一个生物学家吧，叫黄玉熙啊，他经有一次造假事件，这个造假事件呢可以说也是震惊世界，干细胞的一个发明。那在这个时候啊，包括啊很多啊中国的一些节日啊被搓成了韩国人站的一些梗，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啊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啊，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一个伟大胜利的日子，另外一个宣称呢他们要改变世界的日子，再重叠到了一起。疫情之后啊，不缺少戏剧性这个世界。我一直觉得这个疫情之后啊，很多事情和原来都不一样了，人类的科技树似乎也被点歪了啊。那很多人都把这个韩国的这次的超导的发现啊，比喻什么呢？比喻成了一个类似于石墨烯首次石墨烯的那么一个首次胶带发明石墨烯的那么一个发现。这是一个怎么故事呢？我们先从这个石墨烯这块给大家聊聊，因为制备这个超导材料过程还是略微复杂，我讲出来意义也不大。总之来说呢，你听完这个跟那个就差不多啊，就是你觉得好像是很简单的办法啊，他这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吗？哎，刚才这两位啊，就是发现石墨烯的这个两位科学家，其中这个盖姆呢，他当年啊主导了这个石墨烯的研究。这个石墨烯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是金刚石的原子结构啊，那这是石墨烯的结构。石墨烯呢就是单层碳原子啊，那单层碳原子它的厚度呢就是这个碳原子的直径，对吧？0.34纳米。0.34纳米，水分子是多少呢？我印象中水分子是0.4纳米啊。那这是石墨的结构啊，石墨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碳原子叠加到一起的。说起来简单，你只要把这一层一层的能剥离出单层的碳原子来，你就制备成石墨烯了啊。那这两位呢就是诺奖2010年诺奖的获得者，他们就用胶带纸撕出了石墨烯。这是金刚石的结构啊，金刚石呢因为它有个正三面体的这个正三棱锥的结构啊，它特别稳定。当时啊这个科学家盖姆啊，他当时呢是让他的研究生让他磨，他想办法呢，就是说你让研究生用手磨的办法，把这个石墨呢磨成超薄，最后磨成一层碳原子的方法，磨了几个月，铁杵磨成针的不好使是吧？这个不行。这个盖姆教授呢就在琢磨，他说想到啊，磨之前啊，他的同事呢都会用胶带纸沾一下这个石墨，让石墨表面更干净。哎，他灵机一动，他就把这个沾着石墨的胶带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哎，果然他发现石墨的厚度啊大大减少了。于是在2004年啊，盖姆教授呢就用一种特殊的胶带沾一小块石墨，然后再撕开胶带，然后再用新胶带去贴这个旧胶带，多次反复，哎，就从很多层这个石墨中呢，把其中的一个单层的碳原子抽出来了。哎，这就是石墨烯。那在这之前啊，石墨烯只是理论上预测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他手撕胶带纸就制出了这个石墨烯，也因此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个韩国的
科学家，他们制备这个叫 LK99的这个室温超导体材料的方法呀，就类似于这个手撕石墨烯的这么简单啊，对，简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很复杂，但是对于同行，对正在全球几百个上千个搞这个超导研究的实验室来说，他们立刻就可能开始复刻这实验。包括我们知乎网上也有这种这个科学家大拿也正在做实验的他们觉得呢，3-4天就能看出结果来。如果这个实验能够被复刻或者是经过改进之后能被重现，那就可以说改写了目前的这个材料科技等等的历史可以说那这是一个梦幻级别的发明第几次工业革命说起来都不过分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超导列车也好这个类似于说这个磁悬浮甚至说反重力我觉得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当然了，很多人对韩国的这个发明是不屑一顾也不太重视包括这个韩国他们自己的一些媒体也没有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所以这里边确实还存在一些变数。韩国人这次会不会再被打脸呢？大家知道黄玉熙就是韩国的那个科学家叫黄玉熙他曾经呢有过一个重要的发明就是不叫发明吧，就是他在干细胞研究的时候呢，成了韩国的民族英雄可以说是当时这个朝鲜民族摘取诺贝尔奖的希望但是呢2005年12月他因为这个洗钱以及伪造多项科研成果被判了缓期徒刑18个月这个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2年，所以揭穿了他的这个科学家的神话。那当然类似的准诺奖级的发明被揭穿，这个案例是很多的，包括我们中国我们河北老家我们河北科技大学的副教授网红教授2016年大家还记不记得了，也是一个诺奖级别的发明，就是也是一个生物技术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基因的技术的研究，叫韩春雨他5月2号在自然生物技术上2016年发表了一篇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向这个当时最时兴的那个基因剪的技术发起挑战，并且如果这个技术是成功的，它很有可能成为诺奖的有力获得者。那后来这个实验呢，后来被发现是假的，那这个论文后来也撤回去了。那么当时就是说在河北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包括河北科技大学获得了省里边的海量资金就跟黄玉熙和其他的那些造假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造假的那些科学家早期的情况一样，但很快因为这个实验没法被复刻，就被揭穿了。那现在关键是韩国的这次实验他们看起来呢是谋划已久。怎么谋划已久呢？第一个呢是他们在论文上呢就是凑够了3个人他是3个作者就是照着第一篇论文他们发出来是2个人，第二篇论文呢发出来是3个人。再一个呢，他们在去年的10月份前就申请了这个 LK99 材料的专利那么可以说看起来呢他们是准备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个材料这个目前来说呢，这个材料呢，因为它就是大家看起来这个悬浮呢，并不像完整的悬浮在上面，就是因为这个其中的一个发明者，这个科学家说呢，当时制造的时候纯度不是很高，所以呢是现在这个一边还挨着，一边就悬浮起来了。那当然这个倒增加了它这个实验室真实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完全凭自己的直觉，凭自己的感情，凭自己的好恶在判断到底是真的假的，可能5天吧就能判断出来，因为全球的科学家可能连夜都在赶工，因为他这实验真的是不是很复杂。我看完这个介绍之后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一下。他就是把一些材料放到一块烧结，烧了以后再磨，磨了后再烧，烧完之后它就呈现了这种规律，并且呢不是室温超导了，能到129度之前之下都有这种超导现象。所以这个事儿一旦要是真的，那全球70亿人都要承认韩国人的这个情，那改变了这个材料可以说亲自给人类共同体指明了方向。这要是真的，那是真的指明了方向。当然如果是假的，那就别打脸了，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比较大，
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媒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冷静的。一个是，如果是真的，也没什么好庆祝的，因为我们刚刚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在走向新的胜利，那别人的胜利我们就肯定不关注了。如果是假的，那到时候再集中起来打一巴掌也没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韩国发现这个室温超导到底怎么样，我们还真得是拭目以待 ，wait and see 咱们被摔伤的那位驻美大使 wait and see， 咱们再 wait and see 一下，是吧？我觉得等台风卡努过去之后，一切就水落石出了。那好的，关于韩国科学家发明这个室温超导的这个消息跟大家聊到这儿，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呢，还是一个伟大的失败呢？我们下次再聊，拜拜。